在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中，有本世界仅存长达240页的古书。放射性碳定年测算书的历史可追溯至1420年，它的羊皮纸页面以环状手写为特色，手绘图像仿佛来自梦里。真假并存的植物、漂浮的城堡、沐浴的妇女、占星图、星座轮，文字周围画有人脸的太阳月亮图。这本长24公分、宽16公分的书名为《伏尼契手稿》。这本书是史上最大的未解谜团之一，原因何在？因为至今无人能理解这本书的内容。书名源自波兰书商 Wilfried Voynich。1912年，他在意大利的耶稣会学院找到这本书，他深感疑惑：作者是谁？在哪里创作的？奇怪的字词与生动的画作代表什么？书页里又藏着什么秘密？他从学院的穷牧师购得这份手稿，随后带到美国。在接着的100多年里，这本书持续困惑着美国的专家。密码专家指出，书中的文字具备真实语言的所有特征，只是这个语言无人知晓。这语言貌似真实，是因为真正语言的字母与排列组合有一致的常规，而伏尼契手稿中的语言具有一定的规律，并非随机制造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对这文字所知无几。手稿字母的风格与大小不一，有些仿自其他文字，而大多数则独一无二。大一点的字母被命名为脚架字形。手稿大篇幅地充斥着涡卷形花字体，文字可能是由2个或更多人书写而成，而画图的则另有其人。多年来，对于伏尼契手稿的探讨出现3大理论。理论1认为手稿文字是一种暗号，用特别设计的密码掩藏机密。理论2认为整本手稿是一场骗局，用乱码书写引人上当骗钱。有人怀疑作者是位中世纪的诈骗犯，有人则说伏尼契本人就是幕后黑手。理论3指出手稿是用真实语言撰写，但没人知道是什么文字。也许中世纪学者试着创造新的字母表，为一个口头方言，但还没有做成。若是如此，伏尼契手稿就像在复活节岛所发现的朗格朗格字符，在文化消失后成为无法解读的谜团。尽管没人能读懂伏尼契手稿，猜测仍如雪片般从各方飘来。有人相信伏尼契手稿的制作是为了创造新文字，也有人推测伏尼契手稿是本百科全书，包含其创始文化的知识。有人认为手稿是由13世纪哲学家 Roger Bacon 所写的，他想试图了解通用的文法规则。也可能是16世纪神秘主义者 John Dee 所写，他专事炼金与占卜。偏激的理论则认为这本书是一群意大利女巫的杰作，或者甚至是火星人的。经过100年毫无结论的臆测后，对此谜团，科学家最近有新发现。放射性碳定年是第一大突破。再者，现代历史学者发现手稿内的信笺最早可追溯至1612年的罗马与布拉格，可能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 Rudolf II 将手稿传给他的医生 Jacobus Xenopus。除了历史方面的发现，语言学家最近也对手稿中的一些字符做出初步的辨认。紧邻7颗星旁拼为 Tauran 的，有可能指金牛座 Taurus， 即包含7颗星名为昂秀星团的星宿吗？这个字指的会是图中的矢车菊属吗？不无可能，但进度缓慢。若能破解这本手稿，我们会发现什么？一位15世纪插画家的做梦笔记，一本胡言乱语，或一个被遗忘文化的失落知识？你认为是什么？如果你喜欢学习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发布各种各样的新视频，从猫的世界历史到在月球上生活的条件，请继续关注并保持好奇心。